的逻辑。这一刻没有讨价还价，只有铁拳教育。铁拳教育。你的规矩碎了，我的拳头是新的逻辑。这一刻没有讨价还价，只有铁拳教育。铁拳教育。你的规矩碎了，我的拳头是新的逻辑。这一刻没有讨价还价，只有铁拳教育。铁拳教育。你的规矩碎了。好，各位同学，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一张 AI 假图16000个赞，而且现在可能到17000到18000赞了。我必须要讲的是，读书有罪，是不是？现在很多人造假讯息，以前还要假装一下，现在不管他放什么东西，你都吃。说台北市砍树帮无人机开路，砍树死全家啊！今天我告诉你一个真相：读书没有罪，但是你不读书真有罪啊！什么意思呢？因为无人机根本不看树。台湾今天呢，这一个断网限流演习，学的是莫斯科啊，才不是什么全球民主国家都有。那个全球民主国家，除非你觉得是莫斯科，否则其他各国的美国、日本、法国，它的限流断网演习都是在封闭区域，而且最重要的是，限流断网那个是公务机关要解决的问题啊，为什么会让一般民众全部不能连线呢？好，这么好心，8月13号下午2点半轮到台北。解放军这么的好心，在这一个响定里面呢，是让你继续可以打电话跟发简讯的。那我们只演30分钟，真的吗？我们今天会讲到核根病、分级限流、温俊瑜、索尔达托夫、赫尔松。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定场诗。遥图一指万人赞，虎落谁疑祸在天。铁鸟导航平北斗，莫经所往断人间。限流半晌掩何物？配给名单谁在前？他日塔请音讯绝，一封简讯寄谁编？来，我们先从那一张神秘的图开始讲起。什么图呢？一个账号转发了一张图在 Threads 上面，我跟你讲 ，Threads 真是妈全世界最糟糕的妈化粪池。到底是哪个智障写出来的演算法，把全台湾、全中文世界，甚至是全英文世界最烂、最臭的文章，通通集合在那里？所以上 Threads 呢，等于去上没有打扫过的公共厕所一样。但你有些人开心，那就算了。我同一个造谣，我可以看到不同的人说，我个人知道，连续出好几次，同一篇谣。看你说这中央厨房开不开心？随便来，我们先从那张图开始讲起。讲什么？讲到底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然要看
国家公布出来的消息嘛，对不对？那国家公布了什么消息呢？国家公布了说，各位记得按赞哦。来，这一张图呢，配文说突然懂了，为什么蒋万安要砍4000多棵的树了？图长什么样？做有模有样，蓝红盾牌，标题写民防教学路数影响无人机巡逻与攻击示意图，还分巡逻侦察阶段、攻击执行阶段、民防应对建议，红字大大写着。这张图非常重要，请各位细看，砍树死全家。砍树死全家，是不是？当时我们截图有16300个赞，3100次转发，344则留言。在听直播的各位啊，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张图越专业就越假。真正的民防教学不会叫你死全家的，会叫你死全家的是想让你恐慌的人啊！而且这张图从构图图标上面的字就是一张 AI 生成物。套一个伪官方格式，配一句情绪引爆的红字，完工，成本趋近于0，收益16000个赞。那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在现在这个年代里面，我们必须要说，读书真有罪啊！有正常的知识真有罪。到底什么是知识？什么是事实？我们一条一条来。第一个，数字本身就是错的。是不是数学没学好啊？网络上说砍树超过4000棵，台北市公园处的说法是什么？去年移除的是3164棵，不会算是不是？差1000棵哦，4000多这个数字哪里来的？是民进党市议员洪婉珍引用公园处回复的统计，2年合计4589棵。注意哦，2年。谣言把2年的数字压成一个耸动的4000多棵，再把移除全部讲成砍。第二，这3100多棵今年怎么移除的？公园处讲得很清楚，我说过读书有罪吗？对青鸟来讲，可能读书真的有罪。其中80%的树2630棵。是因为自然死亡、腐朽、病虫和天灾，剩下不到20%的是车辆撞断、树木长到柏油树上这种不移不行的状况。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字叫核根病。核根病是什么？树木的根真菌感染，就像得香港脚一样，外表看起来还是一棵树，里面的根已经烂掉了，而且会传染给隔壁的树哦。台北市文化局长李永平在政论节目上也讲过，他管过老树，树保专家早就警告过，核根病这几年越来越严重，染了核根病的树不处理，就是一根站在人行道上等着台风来推倒的树枝。第三，市府这几年新植的树超过13225株，移除3000多，种了13000多，等于多加了1万株啊！各位，如果万安宝宝真的要帮无人机开路，那你一边开路一边种4倍的树回去，这哪一国开路法？无人机需要这样开路吗？然后呢，时间点，这波谣言为什么是现在爆？因为巴威台风要来，市府防台期间加速处理危险树木。大家还记不记得2024年的康瑞台风？一次就吹倒台北市2800棵树，我记得我们家附近北安路上就有2棵树倒在那边，车子根本不能开啊。那财产受损、道路阻断、复原拖延，你猜市府学到什么？学到台风前要先把病树危木处理掉。所以真相是什么？他妈才不是什么帮无人机让路。刚李正讲说，哇，我去过台北市政府几次，真的附近树很少。是，所以照这样子谣言讲，所以万安宝宝是欢迎无人机来攻击台北市政府咯。那所以他不住在里面，是我住在里面，万安宝宝住在我家吗？当然不是啊，听逻辑好不好？学着读书好不好？所以真相是什么？真相不是阴谋论啊，真相无聊到让人失望。这是台风的准备，
不是战争的准备，防的是树倒下来砸死人，堵住路不是帮任何人的无人机开路啊。但无聊的真相在传播市场上永远输给刺激的谣言。市府依树木风险评估移除离病为目，谁们要按赞？没有，砍树死全家，为了无人机进攻安排16000个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第一个现实。我先把话放在这里，这一集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比这张假图恐怖100倍，因为谣言说的威胁是假的，但无人机的战争代价是真的，只是它长得完全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那个 Impalable 说感谢朱大的分享，请问朱大蜂蜜发货了吗？没有，要明天才包好，后天才寄，因为我们1周只有人力包1次发1次货，你上次刚好在我们发货之后1天下定，所以等到我们包完寄完之后，你的订单才来，所以不好意思，要等这个礼拜，刚好也躲过了台风。不然可能在海上咕噜咕噜咕噜摇来摇去就糟糕了。哎，我跟你讲，真有人信吗？不然干什么16000人按赞？是说你封的好，封的值得按赞吗？当然不信，还真信呢，还真信呢。无人机真的有代价，但是跟你想的不一样。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真正的无人机呢，根本不看数。来，谢谢 Hans Chang 的这个抖内哦，这个另外想问一下，有没有机会请凤馨姐来分享时事？第一个，传统上凤馨姐晚上不出门，讲到这里就也没办法了。那这个Eason TW，谢谢抖内。Ben 6317说，这个事情的根本问题是树能不能挡住无人机？如果可以，那就疯狂种才对。我等下会告诉你真相，这个真相很北蓝。树不是挡不住无人机，树挡得住无人机的时候，解放军已经进了淡水河口，刺激吧？那个时候你种树干嘛？要维护台北市环境整洁吗？好，破完数字，我们来说真相。那张图呢，有16000个人按赞的原因，是因为一听好像他妈是真的，说树会挡住无人机的视线，所以砍树是为了让无人机看得清楚，打得精准。在听直播，家里刚好有在玩空拍机的各位，如果你是飞手，你他妈已经在笑了。我讲白一点，现代攻击长程无人机的导引靠的是什么？卫星定位、惯性导引、影像匹配，你家的柱子、你家旁边的路口、总统府、台电大楼、松山机场，全部都是固定坐标。飞弹跟长程无人机要打一个城市目标，它看的是坐标啦，不是你家门口那棵树，好不好？路树在这套系统里面连配角、连误差都不算。可是啊，哇，一定有一些读书读一半的青鸟说，FP1 呀，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呀，乌克兰那种自杀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那真的会被树挡住啊？不算错，不算错，但问题是，我再仔细讲下去你就知道了 ，FPV 的确是会被树影响。我们后面会讲，我们会拿实际血淋淋案例跟各位分析。但是我说了，读书很重要，对不对？对，为什么？因为 FPV 的作战半径是多少？一般来讲，10到20公里。光纤版本就后面拖一条玻璃线光纤的那一种呢，一般可以飞远一点，但是本质上FPV 是战术武器，是前线武器，操作手要在附近，讯号要能到，所以你把这2件事拼起来，结论就出来了：会被路树挡住的无人机打不到台北，打得到台北的无人机不看路树，
来，而且我再讲，为什么我说读书很重要？是因为如果不读书，你就真心以为哇，他们没讲错啊，真的有越来越多数对阻挡 FPV 的效果赞，棒棒棒！哎，不好意思啊，也许是对全球暖化有帮助，但是对于 FPV 呢，来跟你讲什么呢？如果有一天 FPV 真的出现在台北市的巷口，那代表什么？代表解放军的无人机操作手已经站在新北市淡水河对岸呐、他们早就登陆了。那个时候，在听直播的各位，你要担心的事情排前100名，没有一项叫做行道树啊！拜托，拜托，你们读书好不好？读书有罪吗？人家乌克兰人用血用泪表演给你看了，结果你连这个都不学。来，再来我们讲数量。台北市的行道树约莫有93000株，加上公园、绿地，全市树木估计超过17万棵，移除了3164棵，是全台北市的1.8%呀，1.8%哦！你帮无人机开路，开2%是他妈开什么东西？剩下98%树还没有动哎、你是让他们这边站岗看表演是不是 ？Mars VIP 说朱大，你说做这种节目有没有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侮辱？我跟你讲，我现在很开放，我觉得这就是科普。我佛心来了，我积功德，我跟大家讲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对的。我甚至连笑我都要忍住笑，好不好？妈的，搞什么啊？看真的是啊，有没有活摘器官我不知道了。这一群人有没有大脑，真的很好笑。来，还有一层是什么？空域啦。依法规来说，台北市有松山机场、博爱特区、无人机禁航区、限航区，密密麻麻，树砍掉，天空也不会因此开放。树木修剪跟空域管制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好吗？所以这一章我们的战略结论很简单，这则谣言在技术上、数量上、空间上3个维度全部不成立呀、它唯一成立的地方是情绪，只有狗才信的谣言，你能不能编真的一点，编像一点，好不好？它精准的命中战争焦虑加上不信任政府这2条神经，然后收割16000个赞。Gosh， 来，但接下来我们用这个来破题之后，这件事更有意思。你以为破完谣言这一集就结束了？没有，因为防无人机这4个字啊，在真实世界里面真的在改变数千万人的生活。哎，我们不是有一位网友在阿布达比吗？他好像工作就在那个 Amazon 的 data center 资料中心，结果这一次巴林的资料中心被炸了。我们希望我们的网友 Bruce Wong 啊，在阿布达比一切平安，不然现在美伊又再度开战，连妈工程师要活下来都很痛苦，好不好？来，只是防无人机的真相跟谣言讲的完全相反呐、啊！它动的不是你家门口的树，它要的是你手上的网路。来，我们讲，各位讲着讲着，你就会觉得很奇妙。要跟谁学呢？莫斯科 ，Moscow。来，谢谢 Murabi 点赞哦，各位，这个记得多点赞，好不好？最近少见他了，是说吗？于北辰是不是？于北辰好像去，于北辰好像去吗？跑行程了吧？不能老是上电视节目，然后选议员，以为就会上，好不好？来，我们把镜头拉到莫斯科，同样是防无人机哦。所以我说，你真正读书人才知道，台北市这一次
不，全台湾这次什么城镇韧性战、限流，是他妈学莫斯科呀，学莫斯科呀。好了，同样是防无人机4个字，莫斯科怎么防？不是砍树。俄罗斯政府宣布为了防堵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针对特定区域进行大规模网络封锁。听清楚哦，是网络封锁。然后莫斯科变成什么样子？走在街上人手一机，但是荧幕上转不停的读取圈圈，导航叫不出路线，轿车软体卡死，买杯咖啡想要扫 QR code， 无止境的等待，等啊等啊等啊等。莫斯科居民 Sergei 谢尔盖接受采访讲了一句很精准的话：这里不是断网，是根本没网路。断网是指一下有讯号，一下没有。但是我们刚在店里是连付钱都不行。计程车司机阿尔乔姆说：“我是知道一些地方怎么走啦，但没办法用导航规划路线的话，我就只能暂停接单。”哎，是不是？哦 ，Moon Rabbit 说：“朱大，你今天 TK 没双开吗？想你呢。”等等，先不要想我。我被抖音我被 TikTok 封锁了19天，现在还在关紧闭，所以不是我没开，是妈被封锁了，要等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上次看19天，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呢。来，所以呀，暂停接单是什么意思？那一台计程车跟开他的司机阿尔乔姆当天是没有收入的。各位在听直播的各位，平常出门连钱包都不带的各位，你只带手机，你只带手机，很方便，对不对？我告诉你，他妈断网那个时候你会被卡在店里面呐、你连什么这轿车什么都有问题啊！哎，Moon Rabbit 还跑去赖群组，来，我这样讲，哎，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搬到台北 ，Line Pay 刷不过，接口付不了，外送员接不到单 ，Uber 叫不到，全家的机台如果走行动网络，结账排队会排到门口啊！这不是科幻，这是2026年莫斯科的日常，而且从年初一直延烧到现在啊！你在线上一边听我直播讲，一边想说，哎，还好台湾不会这样。你错，台湾如果真的这样子，你全台北市，我强烈建议各位，当天的半个小时，请你倒在路边躺平，千万不要到处乱跑，好不好？到处乱跑，他妈搞不好回不了家，搞不好你被卡在店里面。对。你把这个画面存档，后面第5章我们会原封不动的把这个假设搬回台北来。一个曾经高度数位化的城市啊，莫斯科的数位支付渗透率是在全世界排前段班的，结果被自己的政府一层一层筑起资讯高墙，硬生生倒退回刷卡、现金跟铜板的年代。为什么我要花一整章讲莫斯科？因为这才是防无人机在真实世界的长相。无人机战争的第一个平民受害者不是被炸到的人，是所有人的数位生活。技术上有没有道理？有一点点。消费级无人机的导航，也就是手搓无人机的导航，可能利用行动网络，它飞到你这边之后，就接行动网络来做一个三角定位。但是你代价，莫斯科为了封这种无人机，代价是整座城市的支付、导航、通讯、营业全部赔账。这笔账怎么算？
普丁的算法是值得，值得。好 ，Moon Robin， 你讲了，我学到了，我等下再学一学。来，而且我先预告，下一章你会看到这个值得里面藏了一份名单哦。兵哥误打误撞讲出了莫斯科的真相，有名单就会有人在名单上面，有人不在名单上面。真正的防无人机啊，防的从来不只是无人机。谢谢金盏花这么认真投入。我每次做题目的时候，都会想说，网友说每集都要看，我哪一集要做对不起他，我就很想要下跪道歉。没有，没有。金盏花说最喜欢朱大的内容，即使没有办法天天跟上直播，但都会听回放。谢谢你的支持，我会努力让你的支持没有白费。乙一说到了，谢谢。这个乙一说，请各位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另外，经常到阿宅福利社逛逛，喜欢就下定，没下定也能开眼界。8月2日，欢迎一起来吃好吃的哈尔滨水饺。OWTS 9999说，先到来一个斗内。刘梯养说，砍树种光电板我就信，砍树跟无人机有关，青鸟自切啊，我也信。Eason TW 谢你斗内，这个 Impalable 这个礼拜应该就会寄出去，到上海可能就几天了，不好意思，就时间问题。坏掉龙九说，请支持 FPV 眼镜摇杆组合单人。阿鲁巴老朱兵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请问老朱助打气，谢谢。来各位啊，糟糕了，我忘了麝香葡萄是绿色的啊，各位。这是韩国的超大颗麝香葡萄，但由于它是绿色的，所以在我的画面上变成黑色的。干，错在了，这是我带货的产品啊。那你看这有多大？虽然各位看到是黑色的，但它就这么大，而且是我从我家儿子的魔掌当中抢下来的。韩国麝香葡萄呢，基本上这种最大颗的一房1公斤哦，1000多块。我觉得是值得的啊。韩国的麝香葡萄是真的香，但是最香还是日本的秦王麝香。各位有空可以去吃吃看，各位有空可以去看。来，接下来要到一个尴尬的状况了哦。什么状况呢？既然有讲断网，那就要讲一件事情：谁不断，谁能留在线上？加个吸鸡排可以当黑洞卖，这刚好我这么绿幕啊，干气死我了！到底有没有办法弄成蓝幕啊？而且我最近还在解决我的脸变很模糊问题。有网友特别留言说：“你他妈画质怎么那么烂？你脸长成这样？”我说：“我天生脸就马赛克，不是公子没有放过我，是我把它藏起来了。我利用猫眼葡萄诱使他们去吃。”然后把我的我把我的韩国麝香葡萄看起来是黑色的，有没有？真的是妈跟水晶一样透。但这个真的好，那可是因为它其实价格不便宜啊，所以我建议各位吃个香，然后其他的就来讨论看看。哎，纽西兰的那个苹果也来哦。啊，没有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断网这件事情里面最政治化的一块，没有人讲，台湾的媒体不讲，台湾的立法委员质询的时候也不讲。我想说，哈，你们是不是没有用 AI 在分析题目？真的，来，既然有断网，就要讲谁可以不断呢？这个时候才知道谁可以不断，才变成关键呢。为什么？莫斯科不是无差别断网哦，你要知道，莫斯科留了一份白名单，断网的时候，名单上的机构还是可以联网运作。什么意思呢？哎，但银行很重要，对吧？问题来了，
俄罗斯全国有超过300家银行，你猜白名单上有几家？谢谢苏溜罐送牛肉面，极少数。300家银行，绝大多数在断网区直接变成废物，转账不了，验证不了，线上业务全停，极少数被清点的照常营业。在听直播，新转户开在中小型银行的各位，你设身处地想一下，同一条街上，隔壁银行的 ATM 正常吐钞，你家的银行大门深锁系统全挂，理由是国家安全，你连骂都不知道骂谁。同学们，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用国家安全4个字直接改写市场的游戏规则。你的银行在不在名单上，决定你的客户明天流不流失。夸张到什么程度？连俄罗斯央行都看不下去了。天才行长纳比乌利纳，这是普丁的财政大将，战争爆发以来帮俄罗斯经济挡刀挡到现在的人啊，公开跳出来炮轰。他说：“就我们看来，所有获准营业的银行都应该被纳入白名单，这就是我俄罗斯央行的立场。所以我们正在跟监管机构讨论。”在听直播的各位，你把这句话翻译一下。央行行长公开讲，所有银行都应该在名单上，意思就是现在的名单是不公平的，是有人被圈进来，有人被排出去的。谁决定的？安全部。什么标准？不知道。能不能申诉？你猜呀，你猜呀。这里我要停下来讲一个概念，因为它是这一整集的关键。白名单这个东西呢，本质到底是什么？只要有名单，就有排序；只要有排序，就有人排在前面，有人排在最后。而排序的权利在谁手上，谁就在安全的名义之下拿到了一个平常拿不到的东西，决定谁的生意能做，谁的生意不能做，谁的通讯是重要的，谁的通讯是可以牺牲的。平常你要拿到这个权利哦，要修法，要预算，要监督，要吵架。打仗的时候呢，安全需要4个字，全部过关。记住这个结构，因为等一下讲到台湾的演习，你会发现一模一样的骨架呢，已经搭好了。战略结论：断网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措施，断网是一次权力的重新分配跟演习。分配谁可以留在线上？莫斯科示范给全世界看的，不是怎么防无人机，是怎么用防无人机的名义，把整个社会的连线权变成政府手上的配给品。所以呀，来，你看到了没有？干，我怎么忽然间一直打嗝？来，我还是要讲，本台一直有在带货卖书，恳请各位读书有益身心，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然后这一本也是减商，看惨了，今天减商呢，我们的镜头拍不出来。这本书也是好书，然后这本书也是好书，还有另外一本小说也都是好书。哎呦，哎，各位，等等，你要不要猜一下？今天 NCC 有公布了，为什么北部演习、中部演习，但南部不演习？请各位好好的猜一下，我保证结果很好猜。
不是，你们目前为止没有回应到正确的答案。我给各位一个暗示，南部的演习不知道怎么搞，是早上10点。我跟你讲，你当然知道这个，我党呢不可能跟你掰一个说干我大南部就是不能断线，因为有郭国文，怎么敢用这种烂理由？郭国文讯号永不断线，当然不是用这个理由。他怎么说？哎，网友知道了这个理由，我不知道到底是第一名的烂还是第二名的烂。他说，因为南部演习呢是在早上10点，不能影响大家股市下单呐，各位同学。所以，我们 NCC 跟我们的社会韧性的想必是有一群很好心的解放军。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呢，在出动的时候会想：嘿，糟糕！现在台湾有很多人要下股票下单，我们千万不可让股市菜篮族呢下不了单。我们一定要等大家下完单买了之后，我马上出兵，让你台北股市跌得咪咪冒冒。1点半之后才敌机凌空，火箭弹发射，到时候你连卖都卖不掉。干真假的？解放军自己买台股是吧？解放军是什么？股市老师操纵咯。中央军委自己也买了很多台股，是不是？不然这他妈什么烂理由啊！一个想定可以告诉我说，哎，不好意思哦，我们因为南部要买股票，南部要买股票，所以不能够断网。干，很抽象吧？是不是吗？很鸟，你想都没想到是这烂理由，所以就变成说，我们以后要规定，解放军早上9点到下午133洞不能进攻台湾。因为我们的演习是排除了你们那么坏心进攻台湾的一个想法，我们就觉得解放军棒，他一定会错过我们的下单时间。看，我不知道啊，对呀、他妈是要讲的也很对，我也觉得不能理解啊！妈的，战时的时候还要股票下单哦，那你演习演个屁！你演习竟然为了我们不能影响到南部股友们的下单动作，干！我听了真的妈笑翻天！我真心觉得这些人非常有幽默感，非常有幽默感。陈安冷说：“爸爸不可以用解放军来画 K 线。”好了，来，我们来问一个红线问题啊：莫斯科断网真的是为了防无人机吗？俄罗斯的调查记者 Andrei Solotov 索尔达托夫，不好意思啊 ，Soldato 漏了一个“哒”字的音。这是研究俄罗斯安全机构跟网络监控20年的专家，写过好几本讲克勒伯跟 FSB 怎么样控制网络的书，他给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诊断。他说了一段话，我觉得是在莫斯科断网事件里面最重要的一段。什么一段呢？他说，当苏联结束了最后一场战争，停了他们在境外的阿富汗入侵行动，消息回传就导致国家崩解，军队蒙羞。因此，安全机构跟克里姆林宫当然不希望这个事情再次发生。各位听懂了吗？索尔达托夫讲的是阿富汗，1980年代。苏联在阿富汗打了10年的烂仗，前线的真相、伤亡、溃败、士气崩溃，一路传回国内，成为压垮苏联的其中一根稻草。克里姆林宫的安全机构是有机构记忆的，战争可以输在战场上，但帝国是垮在资讯底下的。所以，莫斯科当局真正怕的是什么？专家分析讲得很直白，怕的是网络资讯扩散力啦。无人机打到莫斯科之后，爆炸影片几秒钟就上传，
恐慌舆论几分钟就发酵，官方苦心经营的一切尽在掌握中的表象，瞬间瓦解。各位，你在听直播，手机里面还装着 Telegram 的各位，注意接下来这段，你在看配套措施，整套剧本就摊开来了。官方强吞本土通讯软体 Max， 一个政府监看得到的通讯软体，同时 Telegram 跟 WhatsApp 遭遇前所未有的限速跟封禁。送货员达尼拉还爆了一个料，官方在测试白名单，主要就是限制外国网站。为什么？情报管制最重要。好啦，那我讲白了，防无人机需要封 Telegram， 防无人机需要推自己的通讯软体吗？防无人机需要限制外国网站吗？不需要，但是维稳需要，维稳需要。所以简单的结论，我直接说，莫斯科断网，防御是理由，管控才是本体。无人机给了克林姆林宫一个梦寐以求的正当性，把和平时期推不动的资讯管制，通通妈给我推到无人机对抗上面，开不开心？全部都用安全的名义把它完全的推完，推完哦，也就是应进皆进，应封皆封。民众还会自我说服嘞。记者在街上问一位莫斯科居民哦，塔吉亚娜，他说：“你觉得断网是为什么？”他说：“要想的话，可能性太多了，但我个人是宁愿相信这跟国家安全有关啦。”宁愿相信，在听直播的各位，把这4个字记好，因为一个社会走向资讯配给制的最后一里路，从来不是政府强推的，是人民宁愿相信出来的。好啦，莫斯科讲完了，现在我们把镜头拉回台湾，3个礼拜之后的台北。江郎，各位，我告诉你，不要小看那个断网啊！你他妈那时候什么都不能去，你 Uber 叫了上车下车可能都不行，搞不到计程车司机会迷路，所以不要掉以轻心啊！我跟你讲，这搞不好是台北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啊！才不是砍树大无人机嘞！是这30分钟断网会有很多你没想到的东西，但不担心。本台呢，就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是唯恐你以为天下太平。我们就要告诉你，天下不太平，你接下来会面对什么状况？将来，时间一路来到了。台北时间8月13日下午2点10分，将，顺带一提，你是一个老外，你他妈没有 Uber 可以叫哦，连计程车都没有哦，连行动支付都没有哦，他妈那半个小时。你要去哪里？没得玩了！日本网友、菲律宾网友、泰国网友来玩哇塞啊！超商收银机如果是用那个手机网络的话，也不能用哦，因为有很多东西是用 SIM 卡，不是表面上看的什么固网，有些东西是用 SIM 卡的。我想想看，什么东西用 SIM 卡？有一些 SIM 卡啊，以前那什么4G 包、5G 包，那都用 SIM 卡那你只要装的是 SIM 卡，你就没有办法通联哦，在那个半个小时哦。我不是替老外操心啊，看他来台湾举目无亲，结果妈手机有半个小时不能上网，你想想看，瞬间回到解放前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呀？你不要说无人驾驶不能用啊，不好意思。
富士山下邱小姐，你把台北想得太先进了，台北目前没有无人驾驶，所以不担心，不担心，不担心。来，台北 Free 应该可以久违难得的用户增加。来，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宜兰县北部7个县市，你的手机会在那一刻降速，你的行动网络只剩下语音通讯跟简讯，整整30分钟。有多漫长，就跟我儿子被没收手机的一样的漫长。这是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的一部分，它以后不能叫万安演习了，因为任何会让你想到万安宝宝的事情都要改名，而且更重要。整个演习呢，从8月7号到13号分区进行。NCC 首度加入了这个项目呢，就是党告诉你说 NCC 委员不够，然后 Apple 手机不能进来，但 Apple 手机每年都进来，每年都可以处理的时候，突然之间他的人又够了，可以加一个演习，官方名称叫做行动网络受阻演练。中部7县市呢，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县、嘉义市排在8月10号。一样是下午2点半到3点。各位，如果你也像林嘉欣一样很爱用 LINE 打电话的话，那半个小时你想都别想，你跟我去喝海尼根呐，电话是打不通的，好不好？户外 WiFi 嘞，我跟你讲，有一些户外 WiFi 不是连固网，它是直接连那个行动网络哦。来，先讲清楚规则，免得各位恐慌。我们先把丑话说前头。这次演练呢是降速限流，不是把网络拔掉。语音通话可以打，简讯可以发，灾防告警信息收得到。你家跟办公室的固网 WiFi 不受影响，这个我有点怀疑，但先别管。受影响的是行动网络的数据、影音社群、网页 App 可能延迟到不能用。我是打算那个时候开始睡午觉啦，但是听起来还好。来，我们用莫斯科的经验，帮你把这30分钟具体演一遍。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强调的是，这他妈解放军真好心，让我给你揪一个。你解放军如果要入侵要断我们的网呢，还容许？哎呀，毕竟是同胞同文同种，我们要让你可以打电话，我们要让你可以转简讯，我们要让你的固网还可以用，而且解放军还同文同种说，哎呀，南部人嘛，上网买这个股票很正常，我们千万不要扫了他们的兴，妙了吧？是不是？好，来。我们具体要套用莫斯科的逻辑，把这个30分钟具体演一遍。各位，这真就是这么严重。下午2点半 ，BB 哦，时间一到，你在虾皮结账结到一半转圈圈，你在银行 App 转账转到一半转圈圈，你叫的外送员的接单系统走行动网络，他会看不到你的订单。你看不到他人在哪，甚至他要送到你这边，按送到了，你他妈也收不到。所以我强烈建议你，如果要叫 Uber Eats 或者 Food Panda， 不要让他2点半到3点半之间到，否则大家痛苦，大家难过。来 ，Uber， 台湾大哥大。不，台湾大车队 Yoxi 计程车队的 App 叫不到，这不是我瞎掰。莫斯科的计程车司机已经示范过了，暂停接单呐，你只能在路边用手拦，好不好？你在外面用笔电开热点跑远端会议，会议掉线，全部人挤到星巴克去，星巴克的网路拥塞，你也开不了会。
你走进没有固网的小店、路边摊市场，想要扫码付款，老板的收款机跟你的手机一起转圈圈。医院、诊所里面靠行动网络传输的非固网设备要小心。哦，对了，还有一个最好笑的啊，那30分钟办公室的同事会特别认真，因为没有手机可以滑了，没有短影音可以看了，没有抖音可以看，没有 TikTok 可以看，没有 Reels 可以看，通通都没有。这里嘞，我先帮各位做一个实用提醒，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但是别忘记哦，我今天讲的东西呢，不包含排挤，也就是你的设备呢会受到排挤，越多人不能用。干方恩格现在真的很秋哎，妈，你就这样搞就对了，你不能因为上我节目就变得越来越像反贼呀。他贴了一个卫生福利部的通报，说国内新冠肺炎持续上升，达流行阈值，进入流行期。结果方恩格留言说，又没逼你得到新冠肺炎，干方兄啊，方兄，你真的越来越坏了。好 ，Alan Chen 说，猪他不用担心，在公司从来都吃 WiFi。哎，可是有些公司不准你用 WiFi 连外网。好了，不管，来，我先帮各位做一点实用提醒的。30分钟，你家跟办公室的固网 WiFi 是正常的，说真的有急事，找一个有 WiFi 的地方去解了。电话打得通，简讯发得出去，灾防告警收得到。会死掉的是所有走行动数据的东西。做生意的同学，尤其是收款机走4G 的摊商店家，8月10日中午，8月13号北部，那半个小时自己心里先有个底，要么被现金找零，要么跟客人讲好转账晚点补，不准走，留在我店里，等到时间到了才准走。在听直播已经开始盘算8月13号下午要干嘛的各位，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过就30分钟，忍一下就过了嘛。对，就是这句话，忍一下就过了。这句话就是这一整集的关键，因为你唯一能做就是忍，忍。哦，姨说，但1月又开始访客限制了，哇靠！这一波，大家好好照顾身体啊！如果在护理领域工作的这个达人，都说了，医院开始管制的要小心，好不好？来，这一次演习呢，你唯一能做就是忍，你不能绕过，不能申诉，不能选择，你连准备都不知道要准备什么，因为政府没有发任何通讯替代指南，没有教你离线地图要怎么下载，没有告诉你店家该怎么应变，所以换句话说，这一次演练的是无政府状态的断网。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的政府死光了，忽然之间网络不能用了，会是什么状况？他也没告诉你店家该怎么应变，你知道？他就把水龙头关小30分钟，看大家反应。看，这简直是行动艺术，你知道？这简直是行动艺术啊！哦 ，Canasify 说没网络会闲，因为很多订单都在那个 Line 上面。苏溜冠说，如果你的汽旅如果是连锁的话，这个也难，因为你的 Booking 页面打不开，除非你现金入住。这时候就要推蜂蜜啦，各位，对，我们明天就会开始邮寄蜂蜜。如果你非常聪明，订了我们的这个丰裕蜂蜜，下单了，不管是树奇蜜，然后那个红蛋比蜜，或者是荔枝蜜、丽龙蜜，你下单了，后天就可以寄出来，明天就可以打包。千万不要像我们这个好朋友上海朋友一样，上个礼拜3在我们寄完之后下单，整整等了1个多礼拜。来啊，
莫斯科人看我们这个演习会是什么表情？大概就是看小朋友玩饭加酒的表情。人家是全天候无预警，一段好几个月，我们是预告好日期，预告好时段，避开上班尖峰，避开股市尖峰，精准30分钟。但是各位，先不要急着笑这个演习太温柔。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他太温柔，真正的问题是他演的东西跟真实战争根本是他妈两回事，根本是两回事啊！我知道了，如果一切没有问题的话，很多商家门口的跑马跟那个店里面的那个轮转的那个电视可能都会挂点，因为那个几乎都是用行动网络。哦，对，我有说罐头买起来，各位，你今天下单了，明天打包，后天就可以寄出来。来，这就回到了礼拜天的时候，我跟斌哥聊到的东西啦。各位，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的演练呢，这不叫断网，叫限流啊。真实的战争的时候是全黑，好吗？什么叫全黑？全黑是什么意思？让我给你看一下一个动画。来，我再趁机吃一下很大颗，但是你看不见的，像是透明的宝石一样的韩国超大王冠级麝香葡萄。谢谢鲁鲁米斗内的一个芒果冰，哎，但听说新店要开嘞，我是打算新店开的时候就去申请，再也不受国家断网影响。来，各位，我背后这个动画才是真正战时的状况。台湾这次演习呢，除了扰民之外，四不像，它不叫断网，基地台还在，电还在，海缆还在，只是把资料频宽掐小，语音跟简讯照走，让你一步倒退回2G 年代。这个想定呢，正式名称叫做频宽管理哦，管理哦，它不叫缩减频宽，是有特定的人频宽会受到影响。你觉得总统府，你觉得立法委员的手机，你觉得党政高官的手机会不会受影响？它模拟的情境是什么？就像你去看演唱会，10万人塞在小巨蛋跟周边，每一个人都在开直播传限动，基地台瞬间塞爆，你的网路慢到怀疑人生，但电话还打得通。暂时版本就是灾害漫游启动，大家疯狂上网查消息，频宽不足，所以分级限流，把频宽按优先顺序分配。听起来很合理，对不对？工程上完全合理，但真实的战时通讯长什么样？兵哥啊，在礼拜天直播的时候讲得很直接，什么也没有啦，打仗了吗？不要说网络连不上，你简讯也发不出去，手机也接不到电话，全部都断，然后电也没有，水也没有，你家马桶大便不能冲，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技术事实，很多人不知道，你的语音通话、你的简讯跟你的4G、5G 的数据走的是同一批基地台、同一批光纤、同一批海缆，它们不是2套系统，所以网路断了，但电话还通这件事只存在于基础设施完好，只是频宽不够的温柔情境。解放军好温柔，东部战区好好心，真的打起来了。飞弹打的是基地台，
打的是机房，打的是电厂，打的是海缆登陆站，打的是高压电塔，塔倒了，什么灾害漫游，什么分级限流，全部都归零了，不是降速是静默。再往下想，基地台跟机房断电之后靠什么？柴油发电机。我们上一次推停电的时候就推过了，柴油发电机一般机房的备源2-3个小时上下，要看油箱跟补给。台湾本岛曾经因为单一座电塔倒塌，龙崎变压站跳脱。1999年729那一次，他妈老子在关渡当兵嘞，一根电塔倒了，全台就黑掉。然后大楼一停电，抽水马达停，停水就停电，停电就是停水。真实暂时的想定是没网络、没电话、没简讯、没电、没水，只有一肚子大便，5个没有一起来。在听直播啊，家里早就把市话剪掉了。各位，5个没有一起来的时候，你手上那一只满格变0格的手机，就是一块砖头啦。冬天还能发热，帮你取暖，夏天就完全没有用了。现在你把真实想定跟8月13号那30分钟都在一起看看。韩冰哥那句评语就这么来的，解放军还很好心哦，让你可以继续打手机，可以发简讯。更传神的是，这个演习想定的温柔程度是，只把你上网抓 A 片的管道封锁，封锁喽。在听直播的各位，我不是说频宽管理演练没有价值啊。电信业者测试分流、限流的技术协调，有它的工程意义啊。我要说的是，这个演习跟战时民众通讯求生之间的距离呢，大概就是消防演习只演练白天的时候电灯变暗30分钟的距离。兵哥就讲，这种演习不像啊，不像。那如果他演的不是真实战争，到底在演什么？这个演习唯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秉持本台的逻辑，事出异常必有妖。妈的，我们 NCC 都是文盲，是不是？怎么会定这种毫无意义的演习呢？不对，如果一路想下去，这一集真正最站在挑战当局的一个角度就是这一章啊。韩冰哥周日直播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很简单，他演的不是网络死掉你怎么办，他演习的是网络变成配给品的时候，政府怎么分？立委要不要先分？立委儿子要不要先用？立委爸爸呢？政府官员的爸妈呢？坦白讲，前阵我看到一个新闻啊，万美玲的儿子竟然向朱立伦的儿子说：“你知不知道我妈是谁？我妈就是管你爸的人呢。”干，我说好够种哦，妈的，这真的超屌的啊！好，但是没事，这种国内新闻呢，我都当垃圾新闻在看，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东西，但我就笑一笑，好不好？真是妈大水冲倒龙王庙了，儿子比妈妈还要呛。来，各位听懂了这句话，你就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整集的铺陈先讲莫斯科，分级限流吧。拆开来看，分级谁分得级？限流限谁的流？只要分级就有顺位表，只要有顺位表，就有人排第1级，就有人排最后1级啊。莫斯科的版本叫做白名单啊，300家银行剩极少数能够联网。台湾的版本就分级限流，那我们的名单长什么样？我跟你讲，有一件事情我其实很想要查，
小捕手，你知道，或者叫小神捕，就是我们的刑警拿在手上查通气、查这一个车牌的那个东西，它也是用行动网络哎。那所以这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警察不能抓通缉犯哦。谢谢谢明峰抖了一个刨冰，你看，真的很奇妙啊，真的很奇妙啊。来，莫斯科的版本叫做白名单，300家银行只有极少数能够联网。台湾的版本叫做分级限流。那我们台湾的名单长什么样？昨天直播我们现场就把4个问题一条一条问出来了。今天我在这里再问一次。第一个问题，谁的通讯算重要？医疗算不算？救护车出门救援算不算？救护车司机算不算？哎，这些人在外面，如果手机忽然之间断网，他要怎么接获调派？你当然可以说啊，继续用无线电呢、真的吗？出购物，谢谢你的抖内。来，第二个顺位表上面，立委排在你前面还是你后面？警察排在哪里？行政院长卓荣泰排在哪里？行政院长卓荣泰如果人在台北的话，他的手机限不限流？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排在哪里？我没有酸哦，我是真的想知道。谢谢出口物又送了这个10个会员来，这份顺位表存不存在嘛？你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整个北台湾每一个人都限流吗？还是有管制型的限流？高官跟重要人士不限流，你一般升斗小民限流，是不是？你讲没有就没有。我告诉你，我是直到现在我都查不到，而且我个人很怀疑，这些人如果他手机也只剩2G 网络，他要怎么来来回回调度？记者要怎么办？我不知道啊，别问我，哈哈哈哈。来，第3问，请问法源是什么？谁核定的？电信管理法哪一条授权暂时分级限流？限流的标准程序监督机制白纸黑字在哪里？法无明文规定者不罚，法无明文规定者也不能执行啊。第4问，8月13号那30分钟里面，如果有人送医，家属用 LINE 联络不上，如果店家因此调单有交易因此失败，能不能求偿？找谁求偿？在听直播的各位同学，这4题你觉得政府答得出几题？好啦，就在我们动稿的这一天哦，7月20号、21号，我们官方回应来了，我们一题一题对答案。先讲最精彩，3G 也没有了，你不要以为那4G、5G 没了，3G 还有没？一路退到2G 去了。先讲最精彩的，斌哥直播呢，我们点了一个观察，演习挑下午2点半，台股1点半收盘，演习避开股市，当时是我们推论，结果呢，7月20号 NCC 主任秘书温俊瑜亲口说了，南部地区的防空演习时段排在上午10点，考量当时正值民众可以透过手机进行股票交易的时间，若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恐影响投资人操作，甚至引发民怨呐。所以南部不做行动通讯降速演练。各位听清楚，不是我们的阴谋论，是官方自己承认，因为股市开盘，所以南部不演。我跟斌哥开玩笑说，解放军会不会很天心，等收盘再打？还真的，
我们的想定里面，解放军就是这么贴心，干真的要逼着台湾的股民单食湖江，以迎王师吗？既然要入侵，还考量到我大台湾股民1点半之后才能休息来，所以在这场演习的优先顺序里面，股市排在任性前面啊，你说好不好笑？到底在干嘛？妈的！那好，可这个逻辑更好笑。哎，南部时段排在上午10点，是谁排的？政府自己排的，自己把时段排进交易时间，再用交易时间当理由，不演习断网，这叫什么？先射箭再画靶，然后宣布这一区不用射。当政府说怕引发民怨的时候，你把话术反过来读，他承认了这场演习会给民众带来实质损失，只是损失落在股民头上，他怕；落在外送员、摊商、小店家头上，他不怕啦。第二题，为什么只有中北部？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也回应了，这次是初步验证，配合汉光演习同步实施，考验国军特定情境下的直管备援，范围最难到嘉义县市。未来是否扩及其他地区，将依此次演练结果再进行后续规划。翻译一下哦。阀门这一次先开14个县市运转，转得顺，下次就扩及全国啦。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判读方向。这场演习验证的重点之一，就是这个阀门本身收放的顺不顺。第3题，法源。中国时报报道，立委葛如君公开讲，他支持防灾，支持城镇韧性演习，但至今没有找到一条法律明文授权 NCC 可以在没有真实灾害发生的情况下，让行动数据降速或停用。在听直播的各位，这一题已经不是万事通事务所在问，是立法委员在问，而且他找过了，找不到。第4题啊，那能不能求偿呢？我他妈一整个月里面有8个小时，我的网络只能用2G，我可不可以求偿？温俊瑜的答案 ，NCC 的主任秘书说啊，不好意思，因为是降速，不是断网，还能打电话传简讯，而且只有30分钟。不涉及退费补偿问题，恭喜各位！4问里面唯一得到明确官方答案就是这一题，答案是不能。影响小到不用补偿你，但重要到值得动员14个县市演习，这2句话同时成立，你自己想想，这他妈什么意思？所以计分板出来了，帅不帅气，开不开心，计分板是什么？哎，真的，那半小时你上街，警察是抓不到的，因为那个小神捕没有办法连线的。所以计分板出来了，4问官方答了1题半，第4问答案不能求偿，第2问答了1半，初步验证以后扩大。第1问谁的通讯算重要？没答。第3问呢？法源立委说找不到，这里我要说清楚，底下是本台的分析结论。一场挑地区、挑时段、明文避开股市、保留语音的限流演练，它验证的与其说是民众的应变能力，不如说是政府和电信业者收放这个阀门的操作能力。我可以让你的手机1秒退回2G，你就不能传谣言，你不能传影片，你不能传 LINE 的。电信业者做得到，我政府也知道你做得到，开不开心？也就是只要这些县市
都顺利，没有问题，就开心了，好吗？来，斌哥直播讲了一句话，我原封不动的转述啦。他说分级限流呢，不就是一个数位中介法的实习吗？数位中介法是什么？2022年那部因为舆论反弹被收回去的法案，管的就是平台跟内容。这句话是不是过度联想？我不替你下结论，我只把莫斯科的顺序摆在这里给你看：先有安全理由，再有技术措施，再有白名单，再有本土软体，最后资讯配给制完工，全程没有一步需要立法管制言论。战略结论，这场演习真正被测试的东西只有一样，不是通讯韧性，是社会的顺从度。官方今天等于把答案卡都发了，股民的不便叫民怨要避开，你的不便叫演习要配合，受了损失没有补偿，30分钟呢，大家干掉一下，干完就算了。我的阀门能收能放，验收完毕，下一站全国，开不开心？我不知道啦，但是这真的是很大的问题。是。来，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真的无人机来猎杀你，在无人机大规模入侵的时候，你到底应该怎么做？政府不教你吗？青鸟不教你，我教你。我们从赫尔松学到的血的教训。血的教训是什么？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假想的无人机威胁，这一章我们要去看真实的状况。地点在乌克兰南部 Kherson 赫尔松涅伯河右岸的城市，2022年11月从俄军占领下解放。解放之后，俄军就撤到河对岸，然后从2024年7月开始，一件人类战争史上没有看过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呢？俄军操作飞手坐在河对岸的安全处，用便宜的商用 FPV 无人机，透过即时镜头，在赫尔松的街上挑人。一个在公车站的妇人，一个遛狗的老人，一辆开回家的家庭房车，骑脚踏车的女性，救护车，发面包的志工。操作手在荧幕上看着他们，看得清清楚楚，知道那是平民，然后投弹。攻击影片事后上传到社群平台，配上表情符号。当地人给这件事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Human Safari。猎人打猎，在丛林里面打猎，猎物是谁？是人呐。这不是形容词啊！2025年5月28号，联合国乌克兰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发布正式报告，结论是，俄军在赫尔松州对于平民的无人机攻击是广泛的、系统性的，依国家政策协调执行的，构成危害人类罪之中的谋杀罪，将近150名平民死亡，数百人受伤。委员会查了300多支影片、600多则 Telegram 贴文，访谈91位证人。到了同年9月，委员会更新报告，同样的攻击模式已经沿着涅伯河右岸延伸300公里。扩及第聂波罗北彼得罗夫斯克州跟尼古拉耶夫州。那赫尔松平民怎么活？他们发展出了一整套生存学。出门之前，先看社群群组的无人机通报，
现在哪一区有无人机？有几架？走在路上，耳朵他们不能听音乐咯，他走在路上，随时要听罗文讲的嗡嗡声。移动的时候，是真的从一棵树底下冲到下一棵树底下。树冠还真是他们的视觉遮蔽。市政府正式建议市民尽量待在室内，出门随身携带止血带，开车的人把油门踩到底，用时速100多公里通过危险路段，因为慢就是死。道路上方拉起防无人机的网子，然后秋天来了，树叶开始掉。一位靠着栗子树躲过无人机的妇人对记者说了一句话：等叶子掉光了，我们躲去哪？俄军的 Telegram 频道直接传一封讯息给赫尔松的乌克兰人，他说，在叶子落光之前滚出这座城市，你们这些注定要死的人。没错，是这样子。但问题是，那张图说砍树是帮无人机开路的假图，连造谣言的方向都是错了。在台湾，如果一个腹地这么小的状况之下，解放军已经进到30公里之内，你这场仗根本不用打了。我讲我负责，不要再骗人了。什么负隅顽抗？你在那个时候，我建议你也不要等什么树叶落光，待在家里不出门。在你觉得肚子饿之前，可能仗已经结束。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赫尔松人的每一条生存法则：查通报、听声音、找掩蔽、带止血带。它的前提是还有网络可以查通报，还有通讯可以互相示警。赫尔松教你的第一课是资讯就是命，前线的士兵要怎么活，战斗人员的生存学又是另一套。我们也讲一下，因为这一套呢是未来你被强征当兵的时候，所有军队都要重学的功课。乌克兰教官教士兵的第一件事情是，听到无人机的声音，最糟糕的反应就是停下来，东张西望找它在哪。停下来，你就是静止的靶。操作手瞄一个站着不动的人比瞄一个移动的人容易10倍。这一点连俄军自己的反无人机手册都写了，射击时你是静止的，反而更容易被锁定。所以原则是先动，先找掩蔽，竖线、建筑、壕沟，10秒之内做完决定，因为 FPV 给你的时间大概就是10秒。第二件事情是，步枪打无人机基本上是浪费子弹。为什么？因为根本打不中。所以现在乌俄两边的士兵标配变什么？都是散弹枪，每一个人上街都带散弹枪，12千进的千珠散弹枪。乌克兰特种部队第3团现在有整套的散弹枪反无人机训练，各种角度、各种速度从掩体内射击，散弹枪打不到怎么办？最后一道防线是网枪。捷克志工呢，送了500支到前线，专门对付一种叫做服务生的无人机 waiter drone。它停在路边待机，侦测到动静才起飞的伏击型无人机。然后光纤 FPV 出现，靠一条细光纤传讯号，电站干扰完全无效，所以最后又绕回物理拦截。第3件事情，伪装。所有会反光的东西都要上漆、贴胶带，连手跟脸都要涂。行军紧贴 tree line， 甚至刻意靠近车辆。发电机这种热源，让俄军热影像荧幕上的2个白点分不出哪个是人。但是很简单，飞手会2个都炸，飞手会2个都炸。在这里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啊？飞手在短距离 FPV 里面的确有办法，在乌克兰这么大的一个
领土上面跟你躲猫猫，但是在台湾不行。很遗憾，在我们的演习教你什么？教你30分钟没有网络的时候忍耐啊！他妈，国家应该要教你如何利用网络逃出升天才对啊！结果现在教你啊，那我把你网络剥夺30分钟，看你怎么活。到底谁想出来的反人类的一个演习呀？没有替代通讯的教学，没有离线求生的指引，没有事后的检讨公开，人家用命换来的功课，我们一课都没有抄，鸟了吧？你看，我跟你讲，这种演习如果在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你信不信？马上民进党立委就跳上立法院院长的桌子，把妈行政院长揍一顿啊！哦，郭佳佳说：“大家拜托按赞，还差22个赞就破500啦！各位，今天的内容呢，就是在暂时的无人机生存之道。我希望让各位真的都能够发现如何活下来最重要。但是断网你就绝无可能活了，就这么简单。请各位好好的想一想。”来，所以俄军的无人机系统是用 FPV 攻击的，树有没有用？有用，可是那是在乌克兰的作战情境下，在台湾呢，我真心不知道要干。呵呵呵呵呵呵。所以啊，事实已经很清楚。这一集我们看了2个假动作。第一则假动作呢，是那张16000个赞的谣言图，他教你怕一个错的东西。他说威胁是砍树，是市政府，是万安宝宝。于是16000名不读书的人义愤填膺的按赞转发，觉得自己看穿了一场阴谋，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保卫家园的事情。实际上呢，他们消费了一次免费的恐慌，然后什么准备都没有做。恐慌是免费的，所以最多人花钱买。等等，今天的直播目标是，如果今天目标过了，我们就来做一场好久不见的古代诗词向辛弃疾道歉系列。顺带一提，后天是方恩格，大家斗内也支持给他文气死活动。你们也太小气了，不给方恩格文气死了。来，第2个假动作呢，是30分钟的演习。这个东西呢，到底是在骗谁？他让你以为准备过了，但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准备好。8月13号下午3点整，你的网路回来了，大家在群组里面贴梗图说：“刚刚你们有断网吗？哈哈！”新闻跑马灯打说城镇韧性演习圆满完成，然后呢，就没有了。没有人学会离线地图，没有店家准备备援收款，没有家庭约好断讯的时候集合点在哪里。顺位表4问，官方只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能不能求偿？不能。演习圆满达成，圆满完成了什么？圆满完成了大家干掉一下，然后干完就算了。请问政府在这个里面到底演这个东西要负责什么呀？政府到底要负责什么？我导航会失效，你是不是应该至少教我要离线下载地图？妈，我的行动 App 支付会失效，你是不是应该要教我怎么样子活下来？在听直播啊，从前面一路听到这里的各位，你们发现吗？2个假摔，一则教你怕错东西，一则让你以为准备过了。
而站在这两则假动作中间的是完全没有被准备的你。我们把这一集的三面镜子立起来看，莫斯科那面镜子照出来是防无人机可以是资讯管制的完美借口，防御是理由，管制是本体，而人民会宁愿相信赫尔松那一群被无人机猎杀的人民造出来的是真实的无人机战争里面平民的命悬在资讯上面，查得到通报，听得到警告，找得到掩蔽，你才活得下来。台湾这面镜子照出来的是什么？我们的演习既没有教莫斯科的经验，怎么防止安全变成管制，也没有教赫尔松那一刻断讯之下怎么活。台湾的演习只教了一课，叫做逆来顺受。最后等价交换了。本频道讲了几百集、上千集的铁律，今天一样成立，而且成立的特别冷酷。安全从来不是免费的。莫斯科人用整间城市的数位生活付账，换来的是克里姆林宫的稳定表象；赫尔松人用每天的性命付账，换来的只是多活一天的机会。那台湾呢？台湾人目前付的账最便宜啦，我们只有一个四不像，让你不方便，然后让你当天会觉得很怪异的一个演习，30分钟不能滑手机。但是各位，便宜的账单永远买不到韧性。真正的韧性是什么？备援通讯、离线准备、法制化的顺位表、可以被监督的阀门，那些是要用政治成本预算跟大家真的不方便去付的。没有人想付，所以没有人买。而战争不会因为你只付了30分钟，就只跟你收30分钟。真相总是伤人，伤在哪里？威胁不是在你家门口的树是在你那只口袋里面那只手机的讯号格上面。那几个讯号平常是谁给的，暂时就是谁收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到？你今天对这30分钟逆来顺受不搞清楚状况，明天就会对顺位表逆来顺受。顺位表上面永远有人站在最后一集，不要到了塔岛的那一天才发现那一集站的是你各位。而且我觉得我们刚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个软软的布丁讲了一句我也觉得很妙，你是整个北部地区14个县市一次限流你怎么知道关掉之后打得开？你怎么知道关掉之后打得开？这是第一次这样子关吧？14个县市一次这样限流，万一机房开不回来嘞？这么大范围的测试，我这样讲，正常都是虚拟演练，在机房里面做测试，模拟了1万遍之后才放出来做真实演练。干就只有台湾，我们超棒的，干大家就这么放心，全台湾民众的上网的权利跟状况呢，就这么放心给他开开心心的拿来用，不知道不知道。那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政府这么放心？我也不知道。台湾大哥大、NCC、中华电信，有没有人站出来保证说我们停了行动网络之后，我们
打得开呢？停了之后，万一打不开怎么办？停了之后，万一打不开怎么办？我不清楚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媒体不去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民意代表不去问，我都不知道。Don't ask me, I don't know either。好啦，各位，今天的狗皮膏药已经贴出来了。狗皮膏药呢是有微信、有支付宝，然后有绿界，有各种各样的界面。那绿界今天有没有？让我看一下啊！哎干，讲了半天 ，Facebook 忘了按直播的钮了，所以只剩最后5分钟了。好，真妙了 ，Ken 到底在干嘛？我们丢搞了我。呼，好，绿界今天没有新的人来，所以干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请各位这个稍稍的看一下。David Jackson 说的没错，我看这3家业者的工程师这1个月都不想休假了，他们到现在可能都在演练，而且我真没把握这种演练搞得定，好吗？这种演练真心搞不定，最怕的就是热插拔呀，各位长官。BB 力说，上次我手机坏掉，完全没办法上网，结果所有登录跟验证都做不了。那一刻真的觉得自己像废人一样。你要不要跟我试试看？当我的信用卡被国家注销之后，我不能叫 Uber， 不能叫 Uber Eats， 不能叫 Foodpanda， 我不能订 Netflix， 不能订 YouTube Premium， 不能订 Amazon Prime， 不能做所有网络上刷卡可以做的认证，我不能买机票，我不能买高铁，除非我拿现金跑到台北火车站。你说我觉得是不是废物啊？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现在人在沦陷区莫斯科的 TW Prince 的31，他上来了。今天莫斯科那一集的内容就是特别冲着他提醒我们，莫斯科最近的网络状况很不好。我们还特别做，让我们怀念，不是让我们谢谢 TW Quest， 他现在人在俄罗斯的莫斯科。他说俄罗斯断网是无人机警报来就断，因为讲白了，他平常维持行动网络没错，可是他怕那种远程无人机啊，是要靠着它上面装一个小小的 SIM 卡，然后一来就连着你的 SIM 卡做3点定位。BB 力说：“我感觉到你的痛苦，你现在明白了吧？对不对？没限制你下 A 片，哎，你搞错了。新北市政府有一阵子把 Miss AV 给封掉了。Frauty 说：“我还是挺希望挂掉了，这样整一下政府以后才不敢玩，才不会嘞。他挂掉是你倒霉啊，而且你在那个行动网络挂掉状况下，你要骂他很艰难，好不好？”TW 筷子说，俄罗斯虽然手机断网，不过会留手机叫车，好像要打电话叫，是不是？好啦，希望 TW 筷子的好好保重自己啊！你是我们谨慎的俄罗斯网友了。哎，TW 筷子，你在那边要不要跟我们连线直播，让大家明白在俄罗斯到底是不是水深火热？还有，我每次看抖音上面跟俄罗斯跟乌克兰妹子每一个都美若天仙，在那边拍照，还一起约会，还送她一个什么妈臭豆腐，干！David Jackson 说：“朱大，你还没讲到一件事情，电网能撑得住吗？没有啊，他这次只要断行动网络啊，干电网什么事？但是电网之后能不能撑得住，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好不好？对啊，怕就是软软的布丁说，怕就是恢复之后出现异常。我跟你讲，
，always 会有异常。为什么？因为大量讯息瞬间涌入，甚至它会有排挤效应。你在那一段时间，星巴克内部的 WiFi 一定特别难连。然后一开始的3到5分钟，也就是3.01分到5分之间，你的行动网络会有一大堆的讯息，忽然之间挤了在这个时候送出去。那你想想看，你如果觉得我这样讲很抽象，我问你，请问12月31号跨年的时候，是不是你有的到了隔天早上8点，你才收到人家的跨年简讯？为什么？因为全部拥塞，全部拥塞，所以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这才是真相，好吗？所以没办法。没办法，好吗？那我怎么这样讲 ？Roti 说因为你睡了。Rita Chang 说我最近收讯不好，可能偷偷有限流了嘛。好了，我也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你各位自己看着办啊。来，今日我看看有没有网友直播抖内。最新的消息是电宇升空好像要被查处了。看白小洛说 ，Facebook 用户最后几分钟进来，看见满屏狗皮膏药，会不会以为朱大上线就为了挂下收款码？不是，是我真的彻底忘记了。谢谢白小洛的抖内，然后我看一下哈，今天的支付宝有没有人呢？哎呦，昨天凌晨1点56分，有网友抖内。这个什么君说朱大小小心意，咖啡一杯，谢谢你。那好啦，今天就要跟大家来投票啦。各位，你觉得今天的直播内容好，写的也好的，请按1；内容不好不对，内容好但讲的不好的，请按2；内容不好讲的也不好，请按3。来，开始。辉券好久不见啊，这个开开心心的。有空记得买一下我们自己的那个信工的产品。我最近信工家里的产品都被我吃光了，真令人相当的难过。David Jackson 说我的抖内有讲吗？我记得有讲。哦，不对，这个跳过去，来 ，David Jackson 说，各位也别相信什么演习期间简讯与通话功能能正常使用。以简讯服务来讲，各家业者都有所谓的优先顺序，一般老百姓的简讯服务肯定被排到最后位，通话服务也是。我想那个半小时会是所有服务业的超级大噩梦，简讯可能发出去半小时，对方还没收到哦。我强烈建议各位从中午12点吃饭就吃到3点半吧。不然在那个时候的任何营业都是大噩梦。Lurker Mars 说没事抖一个晚点看回放。叮叮叮说合理怀疑这些都是沈黑熊教的，政府照做。叮叮叮叮叮叮。天印说信工的包子好吃，要买给长辈吃，长辈爱吃哦。而且它是用老面做的那个烧肉包，就是你加热，甚至你用微波炉它就热了，而且一口咬下松软，没有肉汁，但是那个味道鲜甜。信工东西就跟香肠喷出来一样。辉劝说要补蜂蜜了，喉咙要保养一下。对，各位赶快补蜂蜜，明天你今天下单，明天我们才会有足够的蜂蜜可以寄出去，好吗？这样子，不然再等要等1个礼拜了。那个 Impalable 就是因为上礼拜刚好错过下单的时间，所以等到他下了蜂蜜之后，等到明天才能包，我也觉得很无奈啊。我也觉得很无奈。所以对，潘印说幸好那个时候
开会也看不了手机，那你不然怎么办？打算盘吗？我有说，请大家记得稍后下载本集，到时候才不会因为断网看不到。我不知道啊 ，Elvin OK 说，哎 ，Elvin OK， 你的会员也已经用完了，是不是？这个当然挺朱大一。好啦，谢谢各位，今日的直播呢，就要让各位听完这一首这个十分受到大家好评的俄罗斯进行曲。под тяжестью лет небосвод, что казался высоким, ждет кровавый полночный ответ. Взгляд, как искры костра в уране, сердце молот в грудной тишине. Elvin OK 说信用卡被盗，赶快小心。P Down Price 说只有朱大关心乌俄，哎。顺带一提，那个俄罗斯不乌克兰唐凤妈被泽连斯基干掉了，干，所以嘛，真的是党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他的那个军事补给太公开了，所以不行嘞，靠背嘞。拜。Цвет заката, твердь дрожит под ударом ста. Пусть запомнит седая дата тех, кто выше любого креста. Цепь времен в наших жилах бьется, гор небес над землей поет. Тот, кто пал в легионы, зовется, тот, кто выжил в бессмертие, идет. Грянет буря стальных знамен, смерть и слава — один закон. Там, где ветер сечет, лет мы сомкнем боевой венец, зов земли в нашей крови горит. Каждый шаг наш гранит седой простор, свой вершим мы сегодня приговор.